说今天我这个仪式是什么呢？是收徒仪式，原本还有一个拜师仪式。拜师仪式呢，我觉得我不配成为一名，就是说侯大师的一个徒弟。我思前想后，还有最近这一阶段二哥的成就，在这里我谢谢侯家，谢谢二哥。今天主要是宣布这切片，我估计又得满天飞。今天我想自立门户，以杨毅的身份自己带徒弟，成为相声的一支流。谢谢。就是喊起来。全场喊的有点乱，按我的口号：五爷威武，五爷威武，有目共睹，自立门户，爱咋咋地。这小子是混账，甭听他的啊！一会儿今天就说什么呢？感谢二哥还有李如刚大哥成就我。我觉得我心目中，安静一下，大家安静。安静一下啊！安静一下，谢谢。这个我心目当中的师傅，永远是侯宝林大师，还有马三立大师，还有我们天津的这些个前辈。但是我今天我觉得这个场合现在是自媒体时代，通过这个自媒体，我想我要收几个徒弟。这几个徒弟呢，都是以前都是比较在各个行业里面都是优秀的，不太景气的演员。但是来讲呢，他们都想沾到一个有点名儿的演员的一个光辉，能成就他们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今天这些孩子们拜我为师呢，跟相声有渊源，跟电视剧有渊源，但是都没有成为优秀的相声演员。从今年的5月18号开始，我以后要收点专门说相声的演员，也把我们相声继续的发扬光大。此处可以有掌声。对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我等会儿哈。好，因为粉丝们想要发言，给你送祝福。收几个徒弟，我要从头开始，从教学，就我们相声的行话，从头我要扒了几个好样的相声演员。相声演员的门槛很低，但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相声演员，确实的不容易。今天是5月18号，我想明年的5月18号，我还要收几个徒弟，每年的5月18号要收几个徒弟，一点一点把他们带入真正的相声轨道。谁也没想到，历经半年多的拜师百之宴，竟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一直以来，抖音直播都是宣传杨毅要拜师。5月18日举办谢师宴，而且侯耀华一直给他撺掇这件事。5月18日，杨毅盛大的拜师仪式在万众瞩目下如期举行。只不过最终呈现的名目发生了变化。此前造势十足，送雕、送鱼、亲民侯宝林墓地拜师照片等举动赚足眼球。可到头来，这场活动成了阳光快乐生活。剧组20年再聚首，继大型粉丝见面会、杨毅收徒仪式的混合体。杨毅站在舞台上宣布了一件十分重要的消息，就是他决定自立门户，不再想着拜师的事情了。对于这个重大决定，很多粉丝表示了支持。杨家相声说的也挺好，没必要低声下气的去求别人，自己自立门户挺好的。这次聚餐，杨毅还请来了他直播时候的很多铁粉，估计是给他平时刷了不少礼物，还特意写了一幅字：阳光文明相声。当天的重头戏就是杨毅把94岁老父亲杨少华请到了台上。只见老人颤颤巍巍被搀扶上台，满脸笑容，真的不容易。主持人特意表示，杨少华是目前中国相声界年龄最大的还能上台的相声大师。虽然说杨少华上台了，但是坐在椅子上明显感觉眼神空洞，一直在发呆，估计也没有力气讲话了。不少网友觉得杨毅这是折腾老爷子，这么大岁数，酒店里有这么多人，90多岁的老爷子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又是现场直播，可怎么办呀？不过杨少华肯定是乐意来的，
毕竟这是自己的亲儿子，给自己的亲儿子捧场做老父亲的肯定是开心的。有了老爷子的撑场，杨毅说话也硬气了不少。杨少华上场后，直播间里的礼物就不断，大飞机、大跑车刷个不停。老爷子激动地站起来给大家鞠躬。最后第二个环节就是杨怡宣布自己的徒弟。原来杨怡这么多年一共收的徒弟只有15个，他表示那些所谓是自己徒弟的人很多都不是，但是这15个徒弟里很多人已经不再从事说相声了。但是杨怡也说了，他的这些徒弟在各个领域都很出色。他收的徒弟中，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就是在《阳光快乐生活》剧组中扮演老七的贾斯文。贾斯文也是518杨毅收徒的现场主持人。不得不说，贾斯文的口才还是不错的，在杨毅的所有徒弟中，这个应该是最有才的。不过他早就拜师杨毅了，所以这一次拜师会他没有参与，只是主持人。杨毅自知自身水平难以与侯大师相提并论，也并非公认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因此避开拜师说法，改为收传仪式。然而即便不称拜师，他却已然以师门成员自居。在现场，杨毅表演快板同仁堂时，言语间叫板高峰、于谦以大辈自居，称二人为小兔崽子。尚未正式踏入相声门，便试图为相声界改规矩，规定其徒弟可博采众长，跳门无需经自己同意。整个过程杨老爷子都见证了，他们都是属于杨家门的人。杨毅是杨家门的开山鼻祖，他们会将杨家门发扬光大的。杨毅也承诺，明年还会举办收徒仪式，每年都要收一些，让这些人跟着他有饭吃，大家一起将相声发扬光大。他说，虽然他这么多年来没有拜师，一直都是海清的身份，但是他就是靠相声这门手艺生存的，而且如今是新时代了，大家凭本事吃饭。他认为他拜师还是不拜师已经没有区别了，所以他就选择不拜师了。至于收徒现场，天津相声名家是否到场并不清晰，毕竟有图有视频也未必代表真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曾经与杨毅关系复杂，拉他入侯门撺掇他拜师的侯耀华，如此关键人物却并未现身。杨毅相声水平还算可以，可是在为人处事方面经常引起热议。这次直播活动搞得声势挺大，不知道侯耀华心里会怎么想。杨毅这场拜师闹剧终于尘埃落定，观众看了个热闹，业内人士觉得索然无味，网友们倒是吃了个大瓜。这场充满话题的收徒仪式，你看作是破局还是炒作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你心中的相声传承该不该打破门户之见？再多挖过来自己身上点，然后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吧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来补充一下啊，说话，他是我们阳光快乐生活这么多部幕后英雄，他跟我们的总编剧是韩照条子，他是他们那个编剧组的核心人物。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精彩的巧妙搞笑的剧情，都是由他们团队，他是其中重要之一。有这个王钦，还有李延亮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给他们幕后英雄来一次掌声。阳光的影迷们啊，因为他们幕后工作可能不太会善谈。来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盼，河北保定人。我跟我师傅已经10年了，今天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高兴啊！我们有这个一个正式的仪式。首先呢，我跟着我师傅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不光是说话、做人。将来以后，我们一定紧听师傅的教诲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事儿，把事业做好，把相声说好，把人做好。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我们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。以上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徒弟。可能直播间有的之前呢，在网络叫带节奏。哎呦，杨毅首徒。好嘛，没有说相声的啊，各行各业嘛都有。那么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，没有各行各业，我们统称都是艺术圈的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、编剧、相声园子，在我们阳光相声社正在讲相声的魔术师、演奏家，这不都是艺术圈吗？因为杨毅老师不单单是一个相声演员，后来不就是演影视剧了吗？导演、表演。
我们跟他学表演、说相声都是艺术咱弄个剧组吧。啊忙活完了下去吧。啊。